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国民党前驻美代表处常驻副代表黄玉君。主持人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提醒大家，帮我们节目先按赞，并且呢，在留言区可以写下"热推"2个字，或者看到热推键，先帮我们按下热推的关键钮。如果希望跟我互动的话，欢迎在这个留言区特别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的，那我也会来特别做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到这一场美伊战事。没有想到现在伊朗下了对美国的最后通牒吗？除了在军事上对美国的军舰开火逼退之外，还怒呛说，针对浓缩铀，他们要把它做到90%，也就是武器级以上的这个浓度哦，并且画下了5个门槛，逼川普要认输来做谈判，有可能吗？今天就这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也请来宾帮我们特别聚焦哦。川普此刻高喊说他要恢复军事来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反过来了，现在呢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对美舰开火，到底谁才真正掌握主导局势呢？第二件事情，伊朗呢现在是要把荷姆兹的控制范围持续的扩大，那现在扩大的范围达到了10倍之外，还会部署的是迷你的前舰。根据了解，这种迷你前舰是具备有布雷能力的，能够确保美国还能够确保这一条全球能源命脉可以接下来安全的通行吗？这个军事面，等一下我们也做关心。第3个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放话把浓缩铀现在呢要推到90%，美国的极限施压真的能够吓阻伊朗，还是会加速它走向核武的门槛？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先来看到川普开呛，他批伊朗提出的停火方案是垃圾，而且他说呢，我完全不能够接受，甚至喊话威胁，不排除对伊朗再次的发动军事的打击。川普现在对伊朗下了最后通牒，没有想到现在呢，伊朗其实反过来哦，在这个军事上面有所新的行动。现在来看到的是，特别看到荷姆兹海峡，他希望变成自己的主要的战略主场吗？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来自伊朗媒体革命卫队宣称的。一艘美国的护卫舰试图通过荷姆兹海峡，被伊朗是直接开火做警告，迫使这一艘美舰改变了它原本的航行方向。针对于荷姆兹海峡，现在伊朗方面呢要在扩大管辖，从原本说最多达到30英里，现在最多扩大范围到300英里，等于10倍的一个范围。再来就是它部署的国造的这一款加迪尔级的迷你前舰，等一下请干哥帮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它的小档案能够在水下潜伏，并且在近岸突袭发射鱼雷，携带中国的反舰飞弹。重点是它可以在这边布置的是各种的水雷，对美军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能源方面，现在根据了解最新消息，来自于伊拉克、巴基斯坦都已经跟伊朗谈好，达成这种能源通行的相关协议了。如果这些国家跟伊朗谈好，现在外界也分析，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也模仿这2个国家，希望能够遵循相同的路径呢？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又是另外一种威胁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苑老师，现在呢，伊朗在对荷姆兹上面的美舰开火，并且部署这种小型的迷你前舰，把荷姆兹海峡的管控范围再一次的扩大。代表他认为自己可以跟美军硬碰硬，他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吗？另外就是另外2个国家，伊拉克、巴基斯坦，他们跟伊朗达成能源上面的协议，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范本吗？那苑老师怎么看？我们常常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个荷姆兹海峡，你打开地图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完完全全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这里头的话呢，刚刚听到的消息，它在控制的范围扩大10倍。原来20里到30里是指那个最尖的那个地方啊，荷姆兹海峡跟这个离伊朗最近的那个地方啊。接下来的话，阿联酋那边剩下了一个尖角啊，那个扩大的话是往旁边延伸。那这里面呢有3个消息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川普一直在吹牛啊，根本就讲赢麻了，打垮了，没有空军，没有海军，现在不得了了，你美舰过来直接打你。直接打你，就让你知道这个厉害。现在的话呢，这个川普的话呢，真的是进退两难了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然后这个第2点的话呢，就是说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迷你潜艇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知道啊，我们没有一个地区比像台湾在发展潜艇再了解。你要发展迷你潜艇，这个迷你潜艇啊是完全适合于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非常浅，这个潜艇叫做迷你袖珍潜艇，它放在水底下的时候。最多10个人，然后呢，它上面带了 C704的这个反舰导弹，是大陆制造的啊。那么大陆制造的飞弹早就在里头，所以我相信这个迷你潜艇的计划大概20年了。所以20年的话呢，在荷姆兹海峡的地缘关系上，又能够控制在底下的话呢，那美国船只根本不敢进来，一进来地底下被什么打掉了都不知道。那另外第3个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头当中，那个伊拉克跟巴基斯坦就通过了能源的这种重的。就是说是这个能源上的这个接送他们这个船舰的话呢，这里面的计划，这个计划非常重要，因为这里头讲的不是能源，重点是他们跟伊朗的关系。伊拉克本身就是什叶派的一个为主的一个国家。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巴基斯坦原来在整个回教地区，巴基斯坦说良心话没什么油的。但是巴基斯坦的话，在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大露其脸了，非常非常有面子，而且的话呢，第1次会谈呢，第2次会谈都考虑在这个伊斯兰马巴德来举行，也足以证明啊，巴基斯坦能够这么有底气啊，最重要的原因，它底下有一个神秘大国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做的事情的话呢，会变成中东地区的一个效法的对象。所以说，如果巴基斯坦的这个取得了这个通过这个航道里面的特权的话呢，那么伊拉克啊。我觉得沙特啦、科威特啦、这个卡达啦什么的，他们都会陆陆续续跟着来进，这会扩大。为什么？因为做生意的人当然要货畅其流嘛，你都通不了海峡，那讲其他都白谈。好，所以现在这一场战争，目前我们看到伊朗它祭出的，包括了在军事战，还有呢军事的打击、军事战跟这个能源战哦。那美方呢，同样是在荷姆兹海峡，美国也有最新的动作。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核潜舰。不太会浮出水面哦，通常都是隐身的。那现在比较罕见的事情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了，美军让他的一艘这个是弹道飞弹的核潜舰直接出现了。现在在看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要对这个伊朗下一下马威吗？再来就是伊朗，他也反过来说，我们浓缩铀要大幅提升了，现在浓度说要到90%这种武器等级的，做得到吗？能够造成威慑吗？那干哥有怎么看？好，美舰啊，美国的阿拉斯加号弹道飞弹潜舰出现在直布罗陀海峡。大家要知道哈，所谓弹道飞弹潜舰是一国的它的最终保障，那就是说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法俄这5个国家拥有弹道飞弹潜舰，没有第6个国家。好。那这5个国家呢？老实讲一句，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一张王牌。也就是说，除非外星人打来，不然的话，面对世界上任何敌手，你都无法抵挡这5个国家的弹道飞弹潜舰。所以阿拉斯加号出现在直布罗陀，这意义很重大。为什么？因为其实直布罗陀跟那个荷姆兹海峡，它中间还隔着阿拉伯半岛，对不对？那它出现在这边的意思是告诉你说，我来了。通常来讲，弹道飞弹潜舰它就是水下最静默的杀手，它不可能会露脸给你看。美国总共有14艘 Ohio 级的弹道飞弹潜舰，它即将被哥伦比亚级所取代，但是这14艘潜舰是宝，所以说它不可能会亮相。它跟一般的攻击潜舰是不一样的，攻击潜舰的隐秘性已经够高了。这些弹道飞弹潜舰，你知道一艘重达16000公吨，那是海底下的庞然大物。所以说他们不随便现身，他现身给你看的意思就是代表说，我告诉你，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我就用核武力来威慑你。所以大家要晓得说，美国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它的战略意义比较重大，但是真正能够用到的机会，那趋近于0，因为你不可能会发动核子战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伊朗呢？伊朗它本身现在从去年的那个12日战争啊，用 GBU-57的钻地弹，也就是碉堡克星，美国的 B-2 轰炸机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那你认为说伊朗的核设施就停摆了吗？其实我完全不认为会停摆。我反而觉得伊朗不管是在伊斯法罕或是福尔多的基地，它的离心机只要再重新装配起来的话，你知道很多专家都说，
90%的浓缩铀，到底距离真正的武器级核弹有什么差别？我们现在讲它到底有什么差别？我可以告诉各位，它只有2个差别，也就是只有剩下机械加工以及装上引爆系统，就只有这2个差别而已。也就是说，那你现在已经90%啦，那在理论上也在物理上面，它到底距离核武器多远？根本就没有距离了，因为这种材料直接就可以做成真正可以投射的核子武器，只是投射的方式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大概只有3种投射方式，一种就是轰炸机，另外一种就是核潜舰，第3种就是地下发射井啊。那这3种其实伊朗目前现在都没有。可是伊朗要就是说他如果说真正发展出核子武器之后，就有点类似像以色列，以色列早就有核武器，但以色列没有投射工具，所以在没有投射工具的情况底下，你要制造出一枚核弹之后，你要去烦恼的是接下来怎么做。但是伊朗现在已经告诉你，我要到了90%的武器级系统是不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一种核为哲。我们多次说过了，伊朗不可能放弃，而伊朗如果有这样的武器的话，美国在出兵的时候都一定要忌惮再三的。所以，另外再讲到那个加迪尔级的伊朗袖珍潜艇，我只要告诉各位说，只要有潜艇在那边，军舰就会吓死。所以说，不管它是多么袖珍，它只有100多吨而已。对。但它部署在荷姆兹海峡，你只要知道，你怀疑它在那里，你就不敢进去。为什么？它再小，它再原始，它再简单，它都是嚇阻美军的利器。为什么？因为你用一般的军舰布雷的话，美国看得到就打你了。那潜艇你看不到，它偷偷布雷的话，那对整个航道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像战略级的这样的武器，对伊朗而言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战争不能够很快结束的话，伊朗祭出这样的武器的话，会对美国的石油的禁运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是我觉得美方是要考虑的。好，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是祭出在军事行动上面针对美国的威慑力，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在政治上面也有所喊话。我们现在其实要关注的就是接下来美伊和谈下一波什么时候会正式的进行，还有没有可能真的来进行。但是在这个之前，现在伊朗已经开出了最新的条件，他希望美国先能保证这5点，否则他不会展开所谓的第2轮的谈判。那这5点其实有很多是跟这个经济也有关系的，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啊，还有冻结他的海外资产跟赔偿他的战损，然后呢，结束所有战争的战线，包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在黎巴嫩的战线，再来要承认美方要承认在伊朗在荷姆兹海峡的主导权等等，代表伊朗现在真的不怕美国了吗？真的可以这样解读吗？那玉君怎么看？我看伊朗应该是在吹哨子壮胆的，就是因为美方是不可能承认伊朗在荷姆斯海峡的主权的。而这件事情对于其他中东的周遭国家，没有人会认同这件事情啊。现在不管是比方说阿联酋啊，或其他国家，为什么要跟伊朗暂时去谈？因为他们经济受到受损，所以他们只是在买时间，看美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我们说为什么伊朗现在在吹哨子壮胆呢？因为他知道现在美国没有时间处理它。川普现在最大的事情是在跟习近平、跟北京就有更大的问题要处理，有他的大交易要去谈判，所以他知道我这时候怎么喊，美国也不会理我，我喊了也没有人当真，你喊了也不会有任何被美国教训或美国修理，所以我这时候喊，我把筹码喊高了，我搞不好有人就信了，或搞不好这就是打仗啊，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心理，这就是标准的心理战嘛，好。但是他心理战，他事实上他很有底气，他这心理战不是没有底气，军事上他不一定这么有底气，但心理上他是有底气的。为什么？美国现在的做法很简单，我把你围起来，我看你经济可以撑多久。好，我川普虽然国内可能经济上很多人对我要崩盘，但是我看你撑得久还我撑得久。好，那伊朗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跟你玩命，你要不要跟我玩命？那川普就觉得说，好，你是最后你是这个生存之战，
那我美国，如果你把我的这个美元，就是石油美元变我生存之战的时候，我可能就对你下死手。这就是双方在喊，就是到底谁比较狠嘛。那伊朗现在底气是什么？第一个底气是他们新型领导人他们内心的阴影。就是你们当暗杀我们老一代领导人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怕，我们不愿意跟你们谈判啊。他们看到不管是自己以前的领导人，或叙利亚格达费的问题，或者是他看到金小胖每天还活得开开心心的，他们就不愿意和谈啊。他们心里不抓着这个武器，他们心里不踏实嘛。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国，不管是这个俄罗斯，不管是北韩，这个所谓的轴心，3个轴心。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的报道，他们都有给伊朗一些支持嘛。那美国现在的做法一定是很简单，他把你这3个轴心一个一个拆了。他现在在中国，我们之前看到为什么普丁开始在谈可能跟乌克兰停战的问题，这一定有美国背后跟俄罗斯在谈的一些事情。那他也希望透过中国去施压北韩嘛。那最后一个就是伊朗在赌，伊朗手上真正最厉害的是经济武器。以及美国内部大概有将近快70%的人反对这场战争，或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要打这场战争，他就看你美国什么时候崩盘，或看你国会能不能跟川普施压嘛。所以最后这个时间呢，到底站在谁这边？我认为最后还是会站在美国这边，因为不会只有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而且大多数人宁可被美国控制的这个地区，而不愿意被伊朗变成一个新型的地区的霸权。好，谢谢玉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再来看到的是另外一条战线，俄乌战事。这个时候，普丁他亮出他的末日飞弹。另外呢，再来看到北韩现在军援说要军援俄罗斯，总共是3万大军，有可能来压境支援吗？泽伦斯基在乌克兰的方面，这个时候爆出了内部的贪腐问题。我们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俄乌战场，我们来看到最新普丁寄出的这个是战略核威则，他在12日这一天突然间高调宣布亮出了这个末日级的武器，说在12日这一天成功试射了这个是萨尔马特的洲际弹道飞弹。普丁说这个是世界最强大的飞弹，而且俄国媒体称它叫做撒旦2号。好，性能有多强大？射程现在根据了解是35000多公里，可以携带多枚的核弹头，威力是超过西方同等级飞弹的4倍，可以突破所有的这个反飞弹的系统。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亮出这样子的一个末日级的武器，大家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普丁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不是都说战争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吗？为什么在此刻要亮出这款核弹呢？是要警告美国跟北约吗？那干哥怎么解读？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是俄罗斯的最新款。那其实说句实在话，俄乌战争打了4年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结果呢？普丁这时候亮出这个武器出来的战略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要告诉西方世界说，我有新武器完成了，这个叫做末日大杀器啊，这个是绝对你们想都想不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种毁灭性的终极武器。为什么？因为它的射程达到了35000公里。其实说句实在话，这在人类的武器数据上面可以说是第一次听到了，因为35000公里就等于绕地球1周了，地球的1周是4万，打错了再转。对，他就绕一圈了，那等于说他哪里他都打得到了。就我告诉你西方北约还有也是给川普看了，我告诉你，我有这玩意儿叫做萨尔马特，但是呢，它真正的名称叫做撒旦2号，可怕。因为前面一定有撒旦1号嘛，对不对？那所谓撒旦，其实那个就是以前俄罗斯它的制式的洲际弹道飞弹的一种昵称。以前它的最大的飞弹是 SS-22，那现在这个飞弹是 RS-28
啊。那所以说，像这样的飞弹的话，它在技术上是进步很多了。不过，我来大概简单解释一下，它为什么说是末日武器的极致，因为它最多可以带到16个弹头。什么叫做16个弹头？每一个弹头，有10万吨的广岛原子弹的那种威力的话，它可以对付16个广岛，也就是说，它可以对付16个城市。这一枚飞弹哦，也就是它是一枚飞弹飞出去以后，它是多目标就大气层重返大气层载具，它可以分离一个跑向纽约，一个跑向芝加哥，一个跑向长滩等等，就是说一枚它就可以解决16个城市。请问美国你有几个城市可以让它解决？一枚就可以做到。那一枚10万吨的黄色炸药威力的话，16个弹头就是160万吨。其实俄罗斯早在多少年前，它就有摧毁世界、摧毁全球的这个所有的目标的能力了。美国也一样，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像这样的那种？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手上所具有的核子武器已经远远超过人类所能够负担的限度了，所以你说射程超过35000公里，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那超过这个西方同级飞弹。所谓同级飞弹就是什么？就是美国的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系统。他说我超过你4倍，其实倍数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同样也可以带10个弹头，也就是说打起来保证毁灭，你毁我也毁。当然，我们中国也有东风系列飞弹，可以说不遑多让。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之中，具有洲际攻击能力以及重返大气层的载具的这样的能力，是一国国力的基本象征。因此，普丁在这个时候再秀出这个东西来，美国专家马上打脸，说萨尔马特飞弹最近的一次试射已经把飞弹坑炸了一个大洞。这个虽然说是这个不太光彩的事情啦，但是因为俄国技术，其实我说句实在话，不怎么样，在近代以来常常出现问题。是，就是他们的技术以及他们的安全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都不若从前了。那普丁这个时候拿出这个东西来，是要增强自己的统治威信，告诉你说我已经开要装备这样的武器了。那所以不管怎么样，美国你要把它当一回事来办。对于将来俄乌战争的未来的最终的走向，拿出核子武器来当做它的一个保险，跟它必胜的担保，我想这就是它的另一种政治语言的展现。好，一边是这个普丁他再一次的武装这个俄罗斯自己国内的军备，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现在普丁也不断的强调说，在战时他们的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西方一直说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一方面是经济问题，第二个事情是普丁还不断强调说，我们有来自于北韩的最新军援，那包括这个军援的内容，现在说有这个弹炮弹，还有火箭炮，还有短程的弹道飞弹，火星11A 等等。再来就是传出北韩接下来呢还会再准备再派3万士兵来支援，目前是1万多名士兵，现在是已经在战区了，他们是北韩的特种部队哦。那俄罗斯的官方也说，其实呢，在过去3年，俄罗斯的经济表现是没有问题的，他喊到说一直维持10%的一个成长动能，这是俄罗斯的说法。那北韩也说，过去3年他们透过援助俄罗斯赚了大笔钞票，是他们一整年的 GDP， 大约是达到130亿美元的一个金额哦。那在战场的第一线，现在俄乌双方不是说已经停火了吗？没有想到停火一阵子之后，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最新消息是乌克兰出动了200架无人机，大规模的攻击俄罗斯。我们先看俄罗斯现有的战力跟经济状况，能够一直支持他继续的打下去吗？那玉君又怎么解读？俄罗斯的所谓的经济状况的良好，我们可以用经济学上的这个卡因斯主义的就是战时经济来看，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征收型的经济啊，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自由型的经济，它所有的经济都在生产跟打仗相关的，那它并没有民间的或者是说一般的消费型的经济，
所以这个经济所谓的好跟不好呢，其实看这样的数字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好，那我们相信一般的老百姓在那边，他的生活是非常的苦的，他不管是消费啊，或者生活啊。绝对不是说想象说啊，我这一年增长了多少，而且一定是在倒退的。好，所以它的经济如果是反映出一般的民主国家下对政治的安稳度普丁的政治安稳度是不是在下降？我相信一般人大概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观察。好，那对于普丁来说呢，他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他认为他的判断是他现在是在赢的方向，就是乌克兰。虽然还有很多的无人机，但乌克兰因为现在它的征兵有非常大的问题乌克兰现在的征兵，它的年龄不断的在上升，是甚至已经从40几岁增长，可能还要继续的往上升，所以他的这个兵源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对于普丁来说，如果他的判断，就他的将军告诉他说，他的情资告诉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可能很快的可以把乌克兰的这个兵源给消耗完。他当然会希望用和谈的方式最后解决这场战争，这对他的合法性、战争结局的合法性是最好的。那在这过程当中，你不要忘记，川普这帮测试，川普他是一个希望改变国际秩序的人，这帮人在刚上台的时候就提出了一帮要联俄制中的概念。那如果你是普丁，你还待等何时？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讨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你到底对于跟中国之间、跟美国之间，你更愿意跟美国合作，还是更愿意跟中方合作？这个 debate 当然是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确实有一帮人讲说，俄罗斯他们认为自己，他们毕竟是白人，他们跟白人是同文同种，或者说他们毕竟跟黄种人是不一样。还有人扯说，他们唯一统治过他们的民族是黄种人的民族有人这样子讲过。所以呢，这个俄罗斯他现在会不会在思考，就是普丁的头脑里面，他怎么样的去停止这场战争？尤其他如果真的认为他其实占上风的情况下，他有几个考量点，就是第一个，他希望用和谈的方式解决；第二个，他要怎么样在和谈之后跟美方取得一个不会利于他在美中俄三方里面一个劣势的一个角度，这是接下来他要去思考的。最后就是他一旦暂时经济结束了之后，他的经济会面临很大的问题，他要怎么样靠美国跟川普的合作，不让他的经济继续的崩盘。好，这个是俄罗斯方面。那刚刚其实玉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现在乌克兰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征兵还有兵源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内部有关于征兵的问题还有它内部的这个人员体系的问题，我们也一起来看。因为呢，最近是爆出了他们的高层这个接连的贪腐疑云。那其实这涉及的部门非常的多，从总统核心圈的幕僚到能源部门到大型的建设等等都有。还有就是前幕僚长长期亲信的叶尔马克都卷入了1000万美元这么高的一个洗钱案，甚至有一些案子还涉及跟总统有关系那同时战场内部来看到一些警讯，就是乌克兰高度依赖的无人机作战，但是在最近呢，因为要快速动员、临时增兵等等的问题，竟然是打到了自己的友军说是误击事件。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俄乌之间的冲突已经4年多了哈，那这个泽连斯基带头以及他的幕僚贪污的消息从来没断过，那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这一次的话呢，不管是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们人不在现场，我们也没办法隔得这么远做判断，但是我可以知道基本上有3个情况是乌克兰目前为止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乌克兰原来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泽连斯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跑到美国国会去演讲的时候，美国国会哇不得了啊，参众两院都站起来鼓掌啊。那一个演喜剧的人突然之间受到这种待遇我记得以前有这种待遇，大概就是这个蒋宋美龄有这种待遇那这个大家就讲的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对不对？然后这个里头的话呢，捐钱的人就非常多。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泽连斯基一下子飘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得了成为这个对抗邪恶的这个主要天使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里面所牵涉到的权利什么的，以及那个就传出来他
他的这个夫人呢，就是跑到这个巴黎去的时候，就是他在那边跟法国谈，他自己跑到那个这个巴黎的这个名牌里面去买包包嘛，这个消息也是有的嘛。然后这种情况，这个负面的消息不太好。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情况下，确实是到了泽连斯基要准备改选了。啊，我觉得说泽连斯基如果接受这个改选，然后他选上的可能性又不是特别大，然后他底下那个接班人在伦敦当大使已经蛮久的哈，这个扎卢日内啊，已经是做了非常长期的这个原来是参谋总长的身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泽连斯基呢，他有前面这一段跟后面这一段，前面这一段很得意，后面这段很失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配上美国碰到了川普还要搞好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借这个消息的话呢，我感觉到这种说泽连斯基贪污的消息，或者说他底下收回扣的消息，底下的幕僚什么的，也就说明啊，他自己并没有被调查，这个要搞清楚哈。但是呢，他已经不是人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管好自己的首相，这个跟他要准备换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能力不行的话，你就换下来了。好，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岳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很快的哦，在本周4，也就是川普将会第2次的访中了。现在呢，媒体的资料显示，这一次第2次访中的规模会远远的不如在9年前，当时在2017年中国大陆给这个美国的规格。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这个规模的细节哦。那然后呢，外媒就说，难道习近平不再仰望川普了吗？中国手上控制的包括了稀土、荷姆斯等等。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来跟中方一起做交易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习川会其实很快哦，本周4 14日正式的登场。私下层面，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到，从行程、从规模来看，外媒说已经不如2017年当时有这种帝王般的一个规格待遇了，确定不会再有，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一下当时2017年跟今年的规格列出来，同样两边呢都是3天2夜，只是说这一次今年哦，真的从扣掉了说这个飞机落地的时间，一直到下榻啊等等，真的有的行程其实呢只有1天半的左右的时间而已。那当时呢，其实川普到访中国大陆的时候是由习近平的夫妇一起陪同的，现在说是降为国家元首的等级的一个接待。那么再来就是在当时呢，接见的地方，包括举行晚宴的地方，是在象征皇权的紫禁城。但是这一次呢，参访的地点是天坛公园。那晚宴的地点当时也是在紫禁城，这一次则是不是在紫禁城了。我们看到美国带的企业代表当时有29人，但是现在几乎是减半，18人左右。中国当时在2017年下的订单其实是非常大的，签下了2000多亿美元的大订单。现在是说，今年恐怕难以突破当年9年前的这种大订单的规模了，是这样子吗？大陆第2次接待川普不再给帝王般的规格，怎么解读？苑老师，大家要知道哈，这个在外交的场合当中啊，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就从2017年到2026年啊。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奇大无比，几乎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形容啊！我印象中非常清楚，这个2017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啊，大家都是有一点惊讶，因为川普原来啊是以一种电视主持人的方式，然后就是用各种的情况下，那个2016年川普刚选上到2017年的时候，那正是要重新建造美国那个蓄势待发。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川普一开始很听话的，都是用将军当国务卿啊，后来通通闹翻了啊，那都不晓得到了第2任都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川普这边的话呢，他自己是制造这种结果，让中美的关系的话。2018年的5月，我印象中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美国的副总统叫 Mark Pence。
Pence 的时候呢，对这个中国讲话的时候，2018年5月，我那时候在上海听到这个演讲的全部内容，我当时听完就感觉上跟宣战一模一样。后来就开始一连串的科技战打压，然后当然了，有拜登总统的话呢，是创下有史以来美国唯一的总统，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当然，因为疫情也占了一部分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非常重要，就是说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从基本上就是说从这个仰视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我印象中非常强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89年回到大陆去的时候，我家里的亲戚哇，他们一提到美国，真的是把卡利福尼亚都讲在哈利路亚了，你知道？那感觉上就是非常非常激动我跟大家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到现在来讲的话呢，因为去年呢出现了那个劳 A 的斩杀线以后大家发觉美国第一个贫富不均第二个，在美国赚钱非常不容易第三个，美国没有医疗保险，不能去你一个牙齿坏掉，你就马上就要在流落街头，流落街头活的年龄大概不到3到6个月就这种情况。美国就是这么情况，你不能没有钱。你在美国有钱，我们只报道有钱人都是跟着。其实说句良心话，我说句良心话，这个规格各方面是不会在外交仪式，这个叫 protocol 那美国的幕僚他们之所以在讨论了很久很多人觉得说你原来在天安门你原来在紫禁城那你现在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感觉不一样。这个美国的所有的幕僚他们都会争执的。那美国的幕僚争执，以前我在留学的时候，那个布鲁塞尔的时候是欧盟的总部，那个来的时候，美国总统一出来就24辆车，那大陆的领导人出来了也是24辆车，这是他们的 protocol， 这是一点都不能省的。那这里头他们会协商。至于说我们在讲说到紫禁城当皇帝，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重点，但是重点是接下来他带的代表团里面要干什么，要买什么。然后呢，这一次很明显的是，这个2017年的时候是中国有求于美国，那这一次的话很明显是美国。我今天想了一下，我来不及念，大概有7、8件事情只有求于中国的是这种情况下，比如说3B我举个 Beef and Boeing 那这个大家3B 里面就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网开一面多买，但是中国本身来讲，一定是拿着要买的东西当成一个钓饵，就挂在高高的，让美国这个狗跳来跳去这种情况。好，那我们等一下也请干哥笑成这样。好，我们等一下也请玉珠来帮我们看，到底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还是美国有求于中国比较多呢？刚刚其实苑老师有特别提到说，中国有求于美国的是3T， 那哪3T？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包括了tariffs， 还有 technology 跟 Taiwan， 这当中包括了关税、科技、台湾。那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则是5B， 包括了 Boeing 这个波音飞机，还有 beef 美国的牛肉，还有 soybeans 大豆，还有就是投资委员会 Board of Investment 跟贸易委员会 Board of Trade。等一下一起来看，再来就是川普不断的强调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他将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跟他过去这个态度上的作风完全不一样。现在到底谁比较占上风？那玉君又怎么解读？这个我们以前看一个那个康熙大帝说，这个我希望再戒500年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帝王也有戒500年因为这2个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时空上面一个呢，他在跟2年的时间赛跑，一个是没有时间任期式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呢，一个呢是在这个大交易的一个思考下，一个是在大战略的思考下你看，关税是一个5年的计划，科技是一个10年的布局，台湾是一个30年的主权。对，那川普都来想什么？川普都在想2年后的选举。对，这个刚才老师说这个 beef soybeans。这两年的大豆，对不对？他这个选举，他这个 beef 里面呢还很好笑，这个 beef 农民的想法跟这个消费者的想法还不一定是一致的。对，这还不一定搞得定。对，所以就是说，一个呢在想大交易，一个在想大棋局，所以这个2个领导人呢，在这个层次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因为我觉得。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我们从数字上来看的话，这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将近6%，从大概20%降到现在不到14%，就是整体的调整，就是这个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体质的上面的转变。
而且它的国内的经济体有没有实质的改变呢？那我们看了很多数字也很难有个定论啦。就是说，因为你看一些中文的一些报道跟美国的报道不太一样。那美国的报道，因为很多人已经讲了20年中国的经济要崩盘嘛，那中国很多报道说他们中国内部的经济其实越来越好的趋势啊。那这个我不太清楚。那只是就是说，你看到就是稀土确实是中国掐住美国一个咽喉点，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咽喉点啊。那你换另外一个方向看，这个咽喉点确实是中国手上的一张王牌。那你从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跟有效性的问题两个去看的话，那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担心什么呢？第一个是到底谁需要谁更多？是美方需要中方更多，还是中方需要美方更多？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习近平需要川普更多，还是川普需要习近平更多？这是第二个层次。那虽然川普不再需要选举，但是他在共和党内，或者是说他还有他的接班人的问题，还有他家族的问题啊。我们前几天看到，哇，这个川普家族太厉害了，他当总统2年，他家族的这个财富翻了3倍啊，从20亿美金翻到60几亿、70亿美金啊，这个哇，那这个以后我看很多富人都要来选总统了啊。第二个是谁主导了议题？那这些议题是由谁来绑定的？是啊，就谁主导议题，就是说，这个钱在谁手上？比方说科技战啊，这些这个技术在谁手上啊？这个关税啊，我们为什么说关税？因为中国是出口方，美国是买方，或者说大豆、牛肉谁是买方，谁是卖方？这些议题是谁由来绑定的？那最后，我觉得台湾议题大家比较担忧的就是说，你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到817公报到6项保证，台湾问题不应该被拿到谈判桌上来谈判。那今天这个议题到底是谁放上这个谈判桌的？是说美方提上来的，然后中方就干脆回应了，还是中方提上来的，还是中方只是讲说我不要讲武器问题，但是我不讲其他台湾问题？那美方最后会不会做出让步，说我反对台湾独立？这是完全反对民主的一种做法。是。那我觉得，如果川普做出这样子这么多的让步的话，那我觉得我刚才3个答案都非常清楚，他显然一定是在居下方的一部分，要么他何必要做出这么多，连他党内可能都不一定会对他满意，或者对他了解的做出这么样的一个事情来。好，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干哥，就是说谁比较需要谁多一些，那谁更胜一些些？刚刚玉君也帮我们提到，一边是大棋局，那一边是关乎很快的就自己的选情，那干哥又怎么看？好，你看，如果说如果中国人自己讲说，习近平也有荷姆兹海峡，讲这句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讲的话，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自夸嘛，对不对？对，不是，这个是 BBC 报道的。其实这个是来自哪里的？布鲁金斯美国智库研究学者，他讲呢，中国就是有像伊朗那样，你没有办法能够越雷池的荷姆兹海峡，那一条海峡就叫做稀土。所以玉君刚才讲的很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在 AI 的正式揭开的这个两边的科技战的时候，你知道中国的跳舞机器人不是很出名吗？对不对？搞到春晚上面也有啊，对不对？现在这等于是在 AI 的产业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议题跟亮点。但是呢，它需要非常高阶的晶片。这个高阶晶片要从哪里来？从辉达来。对。还是要跟美国买？没有关系。习近平这次跟那个川普见了这个面之后，就在想，他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我的机器人还要跳舞啊？那请问你给不给晶片呢？如果不给的话，是不是？那我们的荷姆兹海峡就会跑出来，那就叫稀土。其实中国那个分析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随时可以中断供应链。美国自己本身是有稀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自力开发稀土的生产跟洗矿，那还要在20年。他们说现在川普希望在12年之内，美国的生产线自己要能够对于明尼苏达州以及北卡罗来纳的就是矿岩，能够自己来精炼稀土，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这一次我们会谈除了
除了就是说像这个你说晶片贸易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就刚刚玉君有提到的，那台湾问题到底要不要谈？一定会谈。可是就像中国希望什么？希望川普你要说出4个大字，叫做反对台独，就是 do not support。可是说句实在话，要叫川普讲出 do not support 这个可能是比登天还难。为什么？因为依照他们的外交辞令的惯例，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嘛。因为以前普通都是说就说那个反对嘛，就是 opposition 嘛，对不对？我讲反了，就是说应该是说他讲不出反对 opposition 他只能讲得出不支持 do not support 不支持，对不对？我讲反了。但是你现在来讲的话，我习近平当然是希望你要讲出 opposition， 就是反对，完全反对。那那个川普能讲这种话吗？他讲这种话，可能回去以后，他在众议院跟参议院他都完蛋了，对不对？对，因为这有违他对台湾的承诺。那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我讲句实在话，那个1.25兆对台湾的那个军售在我们就是说认知的专家里面看起来，这个议题根本就是过度炒作了。为什么？因为其实这1.25兆的军购里面没有真正能够防卫台湾的武器。这件事情中国清不清楚？很清楚，因为真正的攻击性武器美国没有卖给我们。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希望能够拖延，就是说至少你今天川普来跟我谈过以后，你不要回去又卖东西了嘛，对不对？你又卖武器给我们的话，那我们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以你今天能够站在你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但是对于台湾的武器供应的话，是不是能够再延缓一阵子？那这样子对双方其实都是有利的。我认为他们会谈到很细的部分，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说就是打工作揖，然后去天坛一起喝下午茶，这样就可以解决了。我相信川普是实事求是的人，更何况在贸易部分的话，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谈，不是只有稀土，还有石油、天然气，还有那个乙烯跟丙烯等等，像这些问题，老实讲一句，都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议题，那恐怕是要花费一段时间的。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这一次这个习川会快要正式的开始。那现在说，川普之所以着急着希望赶快去参与这一场习川会，是因为要来救美国现在自己内部经济的问题。另外就是还有来自于自己共和党自己内部的一些反弹声浪，还有包括了油价等等的问题，还有右翼倒戈。其中选举现在是不是掀起蓝色浪潮？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美国老百姓的荷包，包括了有油价的问题跟通膨的问题，经济问题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担忧，对于未来的前景的担忧。现在呢，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人最常在谷歌上面搜寻的单字，是关税跟油价，其中油价搜寻量年增暴冲1000%哦。翻开数字，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油价的部分涨了多少。首先来看到布兰特原油，这个年增率暴冲的幅度是从每桶$70一路升高到$126。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自己的油价，从每加仑$2.98暴冲到$4.52了，现在小老百姓恐怕感受最深。所以呢，川普为了要救这个选情，路透社的报道，团队已经紧急的考虑到是否要暂停征收汽油税。那真正让白宫头痛的问题，其实还有通膨的问题。现在美国人最常吃的包括了牛肉、牛绞肉的价格较前5年现在增幅达到暴涨幅度40%。那么现在川普也在考虑说，是否要降低牛肉的进口关税。当然了，这个结果是遭到了牧场还有共和党内议员的反对，所以目前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卡关的。那我们也来看到美国 CPI 的部分，现在来到了年增率来到了3.8%，远远超过预期。现在市场也预期说，联准会恐怕会在明年3月前就会重启升息的动作。苑老师怎么看？现在美国最怕的看起来不是战争，是自己内部的问题吗？
对美国有了解啊，我相信玉军他这个在美国待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他已经了解啊。美国人基本上没什么国际化的概念的，美国大概有一半人都没拿过护照。美国人基本上的话呢，搞不清楚新墨西哥州是不是就是墨西哥，美国人根本搞不清楚啊。这个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啊，我自己就有经验。以前我哥哥在巴拉圭的时候，美国的接线生不知道这个巴拉圭是什么东西啊，完全不知道，没这个概念。美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吃喝玩乐、食衣住行。啊，这8件东西都是民生问题。美国人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在美国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啊，是198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对美国真的是非常羡慕。美国人开车啊的那个油之便宜啊。啊，那个美国开车就是1块钱、2块钱，这加油的时候，就是随便拿几张钞票加的满满的之后，美国一开车就是开700-800公里的，那很正常啊。那我相信思敏也这个知道我在讲都真的，就是美国人开车从来没有考虑过油的。那你现在看到啊，美国人不一定考虑战争啊，美国人搞不清楚战争，只要因为美国人没有被侵略的可能性。啊，911是故意夸大的，只打掉了2栋大楼吧？啊，这讲的好像是美国半壁江山都没了啊。其实的话呢，美国没有被侵略的可能性。你一进到美国，你不用出来，也无所谓。我在那个时候就感觉到美国很容易留下来，你只要在里面偷渡，没人管你，到处都没有人，大的不得了。但是呢，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其实1000%是夸大了，就是有增加了10倍的人去讨论关税，大家想，关税是什么东西？可能影响到荷包。但是油价就是影响到天天的。美国有3亿5千万人，美国大概有4亿辆车，啊，一个家里的话呢，非常五口之家大概有7-8辆车，这是很正常的。我那时候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件事，美国人对资源之浪费，尤其是油的事情。美国人打球为了运动的时候，都下来好几个胖子都开着车去打球，打完球再坐着车子吹冷气又回家了。这个我讲的都是实事啊，因为这个大家都不稀奇。原来早些的时候更夸张啊，对不对？因为美国人始终就没有认为油价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东西。美国人认为什么东西是贵的，教育是贵的，医疗是贵的，这个是长期以来有这种概念。但是油价他从来没有担心过。你现在的话呢，油价我刚刚算了一下哈，一加仑等于2.2公升。你刚刚讲到那个4块半的那个油的话呢，算起来1公升台币是63.69元的。我刚刚才加完油啊，我们这边加1公升油是33块台币啊，它是69，2倍多啊。你开玩笑，美国原来是便宜，美国原来加油大概就10块台币啊，我们在20-30的时候，那现在突然涨了2-3倍，你知道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个习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美国人面临了很大的生存危机啊，这个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啊，这个难怪有很多人都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啊，因为美国以原有的优势根本就没有问题啊，现在川普搞这件事情乱七八糟的，还要在护照上贴他的照片，那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济跟民生的问题，会不会接下来影响到连带的？当然是川普自己内部的民调，所以我们也来看到目前对于川普还有这个共和党，它的压力有多大？最新的民调是来自于多家的权威机构做的。现在川普近几个月的支持度已经跌破40%了，6成美国人都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民主党现在也趁势的这个反扑哦，蓝色浪潮会不会声势越来越高？现在也是讨论的焦点。在接下来，主流机构还预估说，民主党有望夺回众院的。那么参院的部分，共和党可能只能惊险的保住吗？再来，值得关注的是，国会内部正在掀起的这个是退休潮哦。目前60名参众议员宣布不会再寻求连任，数字创下本世纪最高。其中众院共和党30人已经决定要宣布退休。玉君怎么看这个现象？这个我先回应一下岳老师，就是巴拉圭的总统长得很帅，之前才来看，是有记忆点的，证明我有点国际观，可能比大部分美国人有点国际观。我跟你讲，巴拉圭的白人很白的，你知道吗？这个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的众议院事实上常常很多人会不愿意参选，因为他是每2年要选一次，所以他的不参选率其实蛮高。但这一次呢，不参选率稍微比较高，因为51席，但过去从2战之后，平均大概都是25到26人不选，好，那共和党内就有30个不选，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指标。那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出说这个指标它到底是说这些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连任不选，还是川普去威胁他们说，你们不要选了，我要派我自己的人下来，就是因为共和党内他需要初选嘛，
所以当后面如果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大佬，他出钱让人家去初选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把这个人挑战掉，甚至有没有可能有以色列的这个因素在后面？这个是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有更多的报道啊，我们也还没有看更多的学者去分析这些因素，这是一个。只是就是说呢，因为共和党本来呢，它就只有10席在众议院里面啊，那从过去。平均呢，我们再看这个所谓的 midterm election， 它大概都20几席的这个 swing， 所以看起来共和党本来要 maintain 这个本来就比较困难啊，这是一个。那我们如果看一些民调数字来看，所谓国家方向，有60%的人认为现在的国家方向是错的。那如果你看过去从2006年、2016年、2018年来看，所以国家方向不同的话，还有2种国家方向的不同。一种国家方向不同是，我投你是因为我希望你做 A， 但你做了 B， 这是小布希的方式。我希望你看国内民生，但你跑去打伊拉克，我对你不同。这比较像是川普现在的问题。我要你看国内民生，就你跑去搞伊朗。有一种呢是2016年63席，就是奥巴马时代他一个大的 swing， 是我要你做 A， 结果你做 A 做得不够好。你做的不够，力道不够，我对你非常不满意。所以，川普他有可能是小布希这31席的这种方式。所以，川普他自己的想法会是什么？他的想法一定是他之前讲的啊，你们对我的不满是因为我方向只要调整回来了，你们搞不好就对我很满意啦。那只是他的危机是什么？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这个 Dorman 分析过，2024年他会赢这么多，是因为他有一群。经济选民投给他的原因是，这些人除了经济以外，任何理由他们通通都不管。所以这些人看起来是这一次是，如果像刚才岳老师讲的，你油价继续这么高，你的这个民生继续这么高，是不会支持他或不会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的。所以这是他的问题。他今天就算是伊朗结束了，你民生也不会一下就下来啊。这又不是他买股票，又不是炒内线，今天买明天卖。所以看起来川普有很大的危机。那最后就是假设这些人，有一些人就是所谓的政治洗礼，就是我刚才讲，不管是主攻或被关，鹰或狗，30个人不选，川普是要撒自己的人下去选吗？他 mega 要下去种吗？他要让他的儿子接班吗？他要种他自己的政治势力吗？还是有一些政治新秀自己起来？还是以色列他看到了危机，说哇，现在美国不支持我，我要投更多的钱去培养更多共和党的人，我觉得才是接下来要看更多的角力在哪里。好，所以现在川普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是他最大的问题之一，还有另外就是人事的安排，共和党自己内部的人事安排。那干哥又怎么看接下来的危机？其实你说像川普现在面临的危机哈，老实讲一句，也不是只有川普遇到，只是川普是一个特例。为什么？从1946年以来啊，只要是遇到期中选举哈，我跟你讲，执政党的总统都会掉，那个席次就是会掉，在众议院里面、还参议院里面，其实它就是会掉。尤其像杜鲁门的民意支持数当时掉到不到50%了，那叫生死保卫战。后来的几个总统也遇到一样像这样的问题，代表什么？代表他就是到了期中选举就检验你啊。就一定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反对党一定大力攻击了。现在民主党就大力攻击啊，他可以攻击多的。第一个就是说，你现在你不到40%啊，不到40%的支持度，对于川普而言，还有移民、国内经济，还有什么税这些，岳老师刚才讲的这些，你知道我跟你讲个笑话啊，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华航的机师啊，非常资深的机师啊。他有一天早上他po出来，他说：“这是我的早餐，大家猜猜看多少钱？”他就po2个三明治，一杯果汁。他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先加这个20%的税，然后再加30%的小费，给你猜多少钱？那一个早餐吃了1000块台币，30多美元。对，30多美元。所以他说那个1000块，那我就说那就不吃了，不吃了。他说。”不吃，我要回去吃泡面。我不能天天吃泡面嘛。这个机师就是比较穷的啦。对，不是，他是很省，但是呢，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他每次就比如说晚上抵达纽约的时候，那中国人一定是都是吃泡面嘛，对不对？他说他不能再吃泡面了，再这样下去身体就垮了。
可是你一看到餐厅的价格，你就怕了。中产阶级现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物价，任何东西都是贵的。所以现在共和党面临的危机就是在说，川普你要怎么样把你的选票再赢回来？然后这次又碰到这个退休潮，30个共和党的众议员不连任。